某国或某集团有预谋地炸毁北溪管道，不给欧洲活路，也不给普京退路，全球面临大变局。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在乌克兰4个州完成入俄公投，普京宣布局部战争动员令的关键时刻，欧洲又面临着天然气短缺的危机，而俄罗斯还在不断找理由断气的情况下，丹麦军方确认，埋在深海里的北溪1和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发生了剧烈爆炸。这次爆炸可能是俄罗斯与整个西方关系的灰犀牛事件，用细思极恐来形容一点不为过。2条不同的管道同一天发生严重爆炸泄露，其中一次爆炸的震级达到了里氏2.3级，这得放置多大当量的炸药才能做到？也可以说是一般人无法完成的破坏性任务。虽然目前的情况还不明，但是可以确认这是一次蓄意的破坏行动，而且呢，很有可能是某国军队或某个大型利益集团所为。目前，人们还不能指认谁才是这场破坏地缘政治斗争底线事件的罪魁祸首。但是也能根据谁能够从这件事中获益，一窥端倪。我们先来看看北溪管道被破坏以后的影响。首先，它中断了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天然气通道，进而阻断了普京与西方未来缓和关系的关键筹码。第二，开始使用准战争手段来破坏能源合作，这意味着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较量手段突破了基本的道德底线。第三，增加了欧洲内部的分裂，欧洲与美英之间的猜疑。由于东欧国家和美英都可能是背后下手的国家，那么谁最有兴趣进行这场破坏呢？首推美国和英国，特别是美国的天然气出口巨头，因为欧洲能源的危机直接关系着美国的利益。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向欧洲运输一次能源，其利润就高达上亿美元，这让某些人数钱数得手软。为了长远的经济利益，的确有动力这么干。第二，欧洲的某些国家想彻底破坏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能源联系。这类国家呢有好几个，而且他们还有可能是听从美国的利益集团的指示行动。第三，实施这次破坏的也有可能是那些想离间欧洲与美国关系的国家。此次对于海底的管道进行爆破，可以说很难被侦破，而最大的受害者正是处于能源危机中的欧洲，而最大的受益者是替代俄罗斯天然气的美国，所以也不能排除有人想进一步离间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现在网上出现了几种具体的推测，其一是波兰，波兰是东欧国家中最反俄的，也是支持乌克兰最卖力的国家，而且波兰与德国之间的关系也不好，所以断了这条管线等于一石二鸟。其二是美国，爆炸发生后，波兰前外长希克尔斯基就发了一张海面爆炸图，上面配了一句话：谢谢你，美国。这个虽然不能说就是证据，但也说明美国政府或某些利益集团他们的动机还是非常强烈的。其三，有人认为是俄罗斯干的，也就是上面所提到的离间之计，因为这么搞比直接关闭闸门更能让美欧之间发生内斗。有人认为波兰和地中海3国都有炸毁天然气输送管道的动机，但是他们似乎又没有相应的能力。乌克兰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有些公知会认为一定不是美国政府干的，理由是美国的品格高尚，不会干这样卑劣的事情。不过我们要特别注意一点，就是这样的爆炸行动可能是潜水员或者是小型潜艇在管道上安装了爆炸物，没有国家力量的支持，或者是某些拥有相关技术的利益集团的支持，是做不到的。据德国媒体
明镜周刊》报道，早在几周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曾经警告德国政府，位于波罗的海的天然气管道有可能会遭到袭击。所以现在全世界都应该把目光看向美国，请美国给一个解释，或许才是当务之急。但是美国肯定会不承认。不仅如此，美国的 CNN 还倒打一耙，声称西方安全官员观察到俄罗斯海军的支援舰曾经出现在可能因水下爆炸而造成泄漏的水面一带。当然，也有媒体说，前几天美国的舰船也在这片海域活动。总体来看，这件事就像是一次恐怖袭击，它绑架了欧洲经济，断了俄罗斯与欧洲的经济联系，不给普京退路，最终很可能会给乌克兰带来更大的灾难。而且呢，它还将牵动全球战略格局的变化。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